过世的人的衣物能不能捐出去，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。家里长辈走了，留下一柜子衣服，好好的布料，有的只穿过1、2次，丢掉觉得可惜，捐掉又怕不合适。这背后牵扯的不是单纯的环保或者节俭，而是我们如何对待亡者遗物，如何理解能量的延续，以及如何安放活着的人那份心意。你今天是否也面对过这样的选择？家人生前穿过的衣服，到底该怎么处理才妥当？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做法和困惑。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佛经有云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一件衣物看似是布匹缝合而成，实则承载了穿用者的气息、习惯以及身体的能量痕迹。生者穿用时，衣物与人日夜相伴，汗液、皮屑、气味无时无刻不在交换。亡者离世后，这些残留的能量需要一个妥善的归处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捐赠，认为把还能用的东西送给需要的人，是在替亡者积德。这个想法出发点是善意的，但忽略了几个关键层面。佛经讲究身口意3业的清净，衣物属于身业的延伸。一个人从出生到离世，穿过的每一件衣服都记录了他某个阶段的状态。生病期间穿过的衣物沾染了病气和药味，临终前穿过的衣物带有衰败的频率。这些不是迷信，而是能量场的实际痕迹。现代科学也承认，气味分子和皮肤上的微生物群落可以在纺织品上残留很长时间。把这样的衣物直接捐给陌生人，等于把一个人的生命末期状态转移到了另一个人身上。经书上并没有直接规定衣物能不能捐，但有一个核心原则可以作为依据。这个原则是，任何物品一旦与人的身体长期接触，就形成了某种连结。亡者已经脱离肉身，但那个连结还留在物品上。处理遗物的关键不是物品本身的新旧好坏，而是那个连结是否已经被妥善切断。如果没有切断就转送他人，旧连结会干扰新主人，新主人也可能反过来干扰亡者的安宁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习俗建议将亡者衣物焚烧或者深埋，不是因为浪费可惜，而是需要用火或者土来化解那个残留的能量。回到捐赠的问题上，能不能捐取决于条件和方式。全新未穿过的衣物，带有标签从未上身的那种，能量上是干净的，这类衣物捐出去没有任何问题。亡者生前健康时期穿过几次，没有沾染病痛和药味，清洗之后也能捐赠。但那些长期穿着的贴身衣物，生病期间频繁使用的衣物，以及临终时穿着的衣物，就不适合再转给他人使用了。这些衣物上的能量痕迹太深，洗涤只能去除表面污垢，无法清除深层的印记。接收者如果体质敏感或者本身运势低迷，可能会受到无形的影响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古人观察了1000年得出的经验。处理亡者衣物的核心不是东西本身，而是生者的心态。很多人舍不得丢，觉得那是亲人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。有人把衣物锁在柜子里好几年，每次打开都掉眼泪。有人急着处理掉，觉得看见就难受，恨不得一件不留。佛经有云，执着与厌离皆是障碍。太过执着，亡者无法安心离去；太过厌弃，生者内心留下愧疚。正确的态度是感恩与放下，感恩这些衣物曾经陪伴亡者走过一段人生，同时明白亡者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，他的身体已经归还大地，他的意识已经前往下一段旅程。衣物只是他在这个世界用过的工具，工具不用了，处理掉是正常的。一个非常务实的做法是分类处理，把亡者的衣物全部整理出来，按照状态分成3类。第一类是全新的或者近乎全新的外衣外套，这类可以捐赠给慈善机构。第二类是穿过但状况良好的外衣，清洗消毒后可以留给家人作为纪念，或者经过亡者生前同意送给亲友。第三类是贴身衣物、破损衣物，
生病期间穿过的衣物，这类不适合转送，应该用恭敬的方式销毁。销毁不是随便丢进垃圾桶，而是用火焚烧或者用布包裹后深埋。焚烧时可以默念佛号或者诵读往生咒，祝愿亡者早登净土。深埋时选择干净的土地，不要埋在有余染的地方。有人担心焚烧衣物会造成环境污染，这个顾虑是合理的。现代都市不允许随意焚烧，可以将衣物剪碎后与其他垃圾分类处理。剪碎这个动作本身就带有破除执念的意义。亲人的形象已经不在衣物上了，剪碎代表承认物质的消亡。处理时保持恭敬心，不要带着厌恶或恐惧。也可以在寺庙的法会期间，将衣物交给寺院统一处理。很多寺院有专门的往生牌位和遗物处理服务，僧人诵经后焚烧，这样对亡者最为妥善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，亡者生前特别喜欢的衣物该怎么办？他天天穿那件衣服，走到哪里都穿着，那件衣服上凝聚了他大量的个人频率。这种衣物不适合捐赠，也不适合随便销毁。最合适的做法是随葬。如果亡者是土葬，就把衣物放在棺材里陪他一起走。如果是火葬后骨灰存放，可以将衣物折叠整齐放在骨灰盒旁边。如果没有实体墓地，就选择一件最有意义的衣物保留在家中某个固定位置，当作纪念。其余的用恭敬方式销毁。保留一件而不是全部，既满足了家人的思念，又不会让家里堆满遗物。家里堆太多遗物，无形中会形成一种停滞的能量，影响生者的运势与心情。从因果的角度来看，捐赠亡者衣物这件事做好了自己得福报，做不好反而招来麻烦。佛经有云，未经净化之物，不宜转赠他人。净化不仅仅是清洗干净，还包括时间的沉淀和仪式的处理。传统习俗中，亡者的衣物通常要等49天之后才能处理。49天是中阴身的阶段，亡者的意识还在徘徊，对生前物品还有依恋。在这个阶段处理衣物，亡者会感到痛苦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切断了连结。等49天过后，亡者已经前往轮回或者安住净土，对衣物的执着自然减弱，那时处理就比较合适。有些人急着在葬礼结束后就把东西全部清理掉，这种做法虽说干净利落，却欠缺对亡者的尊重。活人觉得眼不见为净，但亡者的中阴身还在附近看着。他看到自己穿过的衣服被随便塞进旧衣回收箱，心里的感受可想而知。佛教讲究给亡者一个缓冲期，让他有时间慢慢接受自己已经不在的事实。这49天里，家属可以每天整理几件衣物，一边整理一边念佛，告诉亡者这些东西要处理掉了，请他放心离去。亡者听到这些话，反而会感到安慰，因为家人在替他善后。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，有人认为把好衣服捐出去是替亡者做功德，捐得越多，功德越大。这个想法需要重新审视。功德来自于清净的心，而不是来自于物品的价值。如果捐赠的行为背后带着急于摆脱的烦躁，或者带着炫耀自己大方的虚荣心，那就不会有功德。如果亡者生前明确表示不同意捐赠，家属擅自做主捐掉，那反而违背了亡者的意愿，造成了新的业力。处理遗物之前，最好回忆一下亡者生前的态度。他说过这件衣服留给谁，那件衣服丢掉就好。尊重他的意愿，比任何形式的捐赠都重要。对于那些决定捐赠的衣物，还有一个步骤不能省略。捐赠之前必须彻底清洗，并在阳光下晾晒。阳光是最好的天然净化方式，紫外线可以分解很多残留的能量痕迹。洗晒之后，在衣物上轻轻吹3口气，心中默念这件衣服已经清净，愿收到它的人获得温暖与安宁。这个小仪式虽然简单，却能切断衣物与亡者之间最后的连结。没有这个步骤，衣物上可能还残留着亡者的微细信息。接收者穿上之后，有些人会梦见陌生人，有些人会莫名感到悲伤。不是灵异事件，
只是能量信息还没有完全消散。讲到这里，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：过世的人的衣物能不能捐？答案是部分能捐，部分不能捐。全新或近乎全新的外衣，经过清洗晾晒和仪式净化之后可以捐赠。贴身衣物、病中衣物、临终衣物不宜捐赠，应该用恭敬的方式销毁或随葬。亡者生前特别喜爱的衣物，保留一件作为纪念，其余妥善处理。所有处理动作最好在亡者过世49天之后进行，处理过程中保持恭敬与感恩的心态。佛经有云：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衣物与亡者的因缘已经结束了，活着的人不必太过纠结，该留的留，该送的送，该烧的烧，该埋的埋。只要心清净，处理方式得当，就不会有所谓的忌讳或灾祸。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最深的恐惧不是怕处理错，而是怕对不起亡者，怕把东西丢了亡者回来找，怕把东西捐了亡者在另一个世界挨冻。这些恐惧源于不了解死亡的真相。佛经讲得很清楚，亡者需要的不是衣服，而是生者的善念与回向。你送一部经给他，比他留下10件衣服更有用。你真心祝福他往生善道，比他留下一柜子遗物更让他安心。遗物只是物质，物质终究会坏灭，不要让遗物变成活人的负担。有些人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，里面堆满了祖先留下来的东西，一件都不敢丢，怕不孝顺。这种心态反而让家族的能量停滞不前。适当清理遗物，是对生者负责，也是对亡者尊重。亡者不会希望自己的东西把家人困在原地动弹不得。最后说一个真实的案例。一位老太太过世后，女儿舍不得丢她的衣服，全部打包放在阁楼里。3年过去，阁楼的衣服发霉长虫，女儿每次上去拿东西都被霉味呛得咳嗽。后来请教了一位师傅，师傅说：“你妈妈生前最爱干净，看到自己的衣服变成这样，她不会开心。你应该把好的捐掉，旧的烧掉，留下一件当纪念就好。”女儿照做了。当天晚上梦到老太太穿着一件干净的新衣服，笑着说这样很好。第二天女儿醒来，心里多年的大石头落了地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处理遗物不是绝情，恰恰是更深的情谊。让亡者的衣物去他该去的地方，让亡者的能量回归清净，让活着的人轻装前行。如果你正在为如何处理亲人遗物而烦恼，欢迎在留言区说说你的情况。你处理过谁的遗物？最后选择了哪种方式？结果如何？让更多人从你的经验中得到参考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